最强的修士们组成了史无前例的弑仙联盟。他们面对的是一位曾轻松斩杀10余名同阶的恐怖存在。更可怕的是，他们赖以制胜的仙界大阵两仪微尘阵，其真正核心竟需要生灵献祭。被选为守阵人的韩立能否看破这致命的谎言？咱们书接上回，韩立见此情形，目光微凝。银色巨人当即大步向他走来，位至近前便已发出洪钟般的笑声，自称乃天祭族银刚子，并询问韩立是否同赴天外天聚会。韩立略松一口气，于空中摇摇拱手，报上人族韩立之名。银刚子闻言面露亚色，旋即身形迅速缩小，化作一名与韩立相仿的银肤大汉。他言语间流露对韩立早年斩杀冥虫之母事迹的熟知，连称久仰。韩立则谦称此事多为机缘巧合，转而称赞天祭族声名远扬，并问及对方先前所展露的玄妙法相是否便是该族闻名于世的造化之身。天祭族也是丰原大陆上赫赫有名的种族，虽然其族人并不算太多，但是个个天赋惊人，修炼速度也远超过其他一般种族。若是能修炼到能够施展造化之身的高阶层次，实力更能瞬间加以倍增的。故而天祭族号称丰原大陆4大秘族之一，其族高阶存在很少在人前现身，能在这里碰到一名大成等接天祭族之人，这也让韩立大感意外和吃惊的。银刚子默然一笑，称韩立太过谦逊。他坦言，之所以一路追逐方才那头土龟兽至此，是因其中那干鱼极有用。见二人巧遇，他提议不如结伴同往天外天。韩立并无推拒之意，只打了个哈欠，便应允同行。银刚子闻言甚喜，连赞韩立爽快，当下便要动身。他提及明尊先前传来关于血祭仙人之事的信息过于简略，欲与韩立在路上详谈，探问他是否知晓更多内情。韩立坦言曾与明尊有过一面之缘，却知部分消息，若银刚子想听，他自当如实相告。银刚子大喜过望，当即称谢，并张口一吐，喷出一股翠绿霞光。只见高空中波动微漾，一辆30余丈长的碧色飞车浮现而出，邀请韩立一同乘坐前行。飞车呈三角形，表面金雕玉琢，通体散发淡淡清香。车上前后还各有4名银甲傀儡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韩立也没多推辞什么，身形一动，就随着银刚子的向车上一飘而去。片刻功夫后，碧绿飞车破空声一响，化为一团绿光的遁入黑绿荒地中，再几个闪动，就直接消失在天边，不见了踪影。半日后，鸣煞之地中心处，一片黑蒙蒙风海中，碧绿飞车正顶着狂风的飞快前行着。忽然前边黑风蓦然一淡，竟凭空现出一片诡异天地来。只见在前方虚空竟从数千丈高处忽然一分为二，化为黑白两色天。下半边仍是黑色风海世界，上半边天空则是一片白蒙蒙光幕，里面隐约还有无数大小不一的巨石凭空悬浮不动着。二人望去，只见高空之中悬浮着无数巨石，这些巨石小的如同屋舍，大者却似山岳岛屿，隐约可见其上建有殿宇楼台，错落散布。韩立立在碧绿飞车前端，望着眼前景象，不禁称奇。银刚子在一旁告知，此天外天据传是上古某大族的禁地，后来该族不知何故全族消失，此地更是自地下涌出浓郁阴煞之气，以致生灵绝迹。方才一路同盛交谈，二人已颇为投契，颇有几分一见如故之感。韩立听闻，目光微动，推测能让一族无声消失，若非无法抗拒的天灾，恐怕便是无法想象的人祸。银刚子未知可否，随即轻易一声，注意到上方光幕灵光闪动，一艘白色飞舟穿幕而下，直奔他们而来。二人对视一眼，并未动作，只是令飞车悬停静候。片刻后，那白色飞舟便到了近前，灵光收敛，停靠在侧。飞舟上一名蓝袍男子目光扫过韩立与银刚子，脸上掠过一丝讶异，随即恭敬躬身行礼，称奉明尊之命，特来迎接韩前辈与银刚子前辈进入天外天。银刚子面无表情，直到明尊看来已将众人形貌告知晚辈，便命其在前引路。韩立则神色平淡，未发一言。蓝袍男子恭敬应下，操纵飞舟调转方向，在前方为他们引路。碧绿飞车在银刚子催动下，不紧不慢地跟在其后，寸步不离。一盏茶功夫后，碧绿飞车终于在天外天中一座数里大小的悬浮巨石上一落而下。在这块巨石上，赫然有一座乳白色的巨大殿堂，门口处还分别站着2排全副武装的商猛甲士。银刚子将飞车一收后，就和韩立大模大样的向大殿内走去。那些甲士一个个目不斜视，根本没有上前盘问或阻挡的意思。结果当韩立二人一进入殿门，穿过一条不长的走廊后，就在一间10几丈高的巨厅中见到了明尊这位商盟主事之人。韩道友、银兄，你们二人竟然同时到来，这可真让老夫有些意外。原本坐在主位上，正和附近几名气息不凡之人交谈的明尊，一见韩立和银刚子走了进来，当即大喜的起身相迎。其他几人并未起身，但都神色各异的打量起韩立二人来。哈哈，我和韩道友在鸣煞之地边缘处碰到了，自然就一起赶了过来。倒是明兄数千年不见，气色倒还和以前一般无二的好。银刚子哈哈一笑，目不斜视的说道。韩立则只是微笑的打了一声招呼，
就颇有兴趣地打量大厅端坐的其他几人来。除了明尊外，厅中赫然还有3男2女，3名男子，一个身形魁梧，身披黑甲，相貌异常凶恶；一个满脸皱纹，老态龙钟，手拄一根金色龙首拐杖。最后一名男子却是一名眉清目秀的儒生打扮青年，看起来不过20来岁的样子，但身背一个古怪之极的青色竹筒。2名女子却是2名形态截然不同的美妇，一女脸如满月，30来岁，一身黄色道袍，竟是一名道姑；另一女肤色微黑，但满头珠翠，身穿一身淡绿宫装，双目灵动异常。那披甲光头大汉摸了摸头颅，忽然朝银刚子哈哈大笑，打趣他向来喜欢与强者交手，今日却迟到了。银刚子似乎与其极为熟稔，不以为意地解释说自己途中遇到了些小麻烦，耽搁了几日，否则定会比画影道友来得更早。一旁的宫装女子也轻笑着开口，表示久闻银刚子的造化之身，却屡次无缘得见，此番对手既是仙界真仙，想必不会再错过。银刚子面对宫装女子时，神态间竟显得颇为恭敬，硬挤出笑容，谦称对方的本命神通才是妙绝灵界，自己的这点手段算不得什么。其余3人虽未开口，但看向银刚子的目光也带着淡淡笑意，显然彼此并不陌生。这也难怪，在座之人无不是大成修士中的赫赫有名之辈，存活了不知多少万年，或多或少都有过交集。相比之下，他们对韩立这位新面孔自然更感兴趣。那道姑打量了韩立几眼，便含笑向明尊询问其身份。明尊笑着介绍，此乃人族韩立道友，虽进阶大成不久，但其名号诸位想必都有耳闻。道姑闻言露出几分惊讶之色，追问是否便是那位在魔界斩杀了冥虫之母的人族大成。韩立则微笑回应，称斩杀冥母绝非一人之功，外界传言实属夸大。光头大汉与宫装女子等人闻言，也或多或少显出讶色。显然那头冥虫之母的厉害，这些大城中的顶尖强者都略知一二。光头大汉不禁啧啧称奇，言道那冥虫之母连仙人都难以降服，此次有韩立加入，众人便又多了一分把握。明尊见状，便主动为韩立引荐在座诸位。他指向光头大汉，称其为巨手族的画影道友，一身隐匿神通妙绝大陆，又介绍那宫装女子是古离族的巫夫人，本命祝融神火，威力无穷，足以逐海容山。这些人虽在普通修士中名声不显，却无疑是灵界真正的顶尖存在。众人见礼后，银刚子与韩立方才落座，前者便坦然向明尊询问，此番对付真仙是否仅有在场这些人士。明尊不假思索地答道，自然不止。除眼前诸位外，金石族的冷道友、天禅族的云淡月书兄妹，以及那轩九灵，不久后也会赶到。云淡月书与轩九灵之名一出，银刚子与一直沉默的儒生青年同时失声。除韩立外，其余人脸色也微微一变，似乎对这3人颇为忌惮。青年儒生神色凝重地追问，明尊是如何说动云淡月书那对煞星兄妹答应联手的？银刚子也脸色难看地哼了一声，说那轩八灵既已改叫轩九灵，想必又在界外斩杀了一头真灵。这疯子虽修炼近乎入魔，神通却越发深不可测，他也好奇明尊是如何请动此人的。明尊淡然解释，对云淡月书兄妹，他只是答应事后以全盟之力为其做3件事，而他们近期恰好有要事需本盟相助。至于轩九灵，他根本未曾劝说，只告知此次对手是一名真仙，对方便一口答应下来。对那人而言，能与仙人交手本身便是最好的报酬。银刚子喃喃数声，表示以那人的性情，这倒确有可能。青年儒生脸色阴晴变幻，最终也未再说什么。明尊略带遗憾的补充，原本还邀请了其他几位道友，但或因时间赶不及，或另有要事，恐无法参与此次联手，否则把握还能再大上1-2分。此时，那拄着龙首金拐的老翁轻咳一声，有些奇怪的发问。听明尊口气，即便有在场众人相助，似乎也并无十足把握。但据他翻阅古籍，上古时在本界出现的仙人受界面法则压制，纵然比上古真灵强些，也绝无可能以一敌十。明尊闻言露出一丝苦笑，解释道：若是普通仙人，众人联手自然绰绰有余，但此番对手恐怕是仙人中的真正强者。见众人神色微凝，他继续郑重说道：根据这名真仙在其他大陆的表现，他可以断定其绝非上古时出现的那种普通仙人，而是类似大成修士中顶尖存在那般，属于仙人中的顶阶人物。此人曾在血天大陆一口气斩杀10余名大成，其中甚至包括实力不弱于在座诸位的碧莹等3位道友，因此绝不可小视。乌灵夫人目光一闪，接话道：他也听闻此事，甚至知道雷霆大陆3大真灵曾联手对付此仙的传闻。他转而提及，此仙此次出现在丰原大陆时，身旁多了一名类似仆从的存在，实力似乎不弱，询问明尊是否已查明其身份。明尊眉头微皱，缓缓答道：乌夫人消息果然灵通，那名随从的身份，商盟已探查的8-9不离十，若无差错，应是角吃族当时派出的3名真灵中的那头羊鹿。众人闻言纷纷动容，那羊鹿非但未被真仙斩杀，竟反被收服了。韩立也不由摸了摸下巴，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明尊肯定了众人的猜测，并借此强调此仙之可怖。
因此除了在座诸位外，商盟还会请出一直供奉的4名强大真灵，并动用2件玄天之宝布下2仪灭尘大阵，以彻底断绝其退路。银刚子听罢，倒吸一口凉气，感叹商盟此次真是大手笔。其余人也面现惊讶。明尊淡然表示，商盟存在的根本便是维持灵界安稳，即便天上真仙也不容破坏此界平衡。他随即提出，既然商盟付出如此之大，若成功镇压此仙，其身上宝物须由商盟先选取1/3，剩余再由众人平分。询问诸位是否有异？宫庄女子等人闻言，不禁面面相觑，沉默下来。明尊也未催促，只静坐主位等候。韩立见状，却轻笑一声，率先开口。他表示，以商盟的付出，选取1/3宝物并不过分，但他另有一个条件，若在此仙身上发现任何与功法秘诀有关的仙家秘术，希望所有人皆能无偿复制一份。此提议一出，乌灵夫人、光头大汉等人纷纷醒悟，均满口赞同，表示对先前条件并无意见，只要附加此条即可。明尊见此情形，脸色微微一变，但略一沉吟后，就一口的同意下来。如此一来，所有人都露出了满意的表情，其他大臣看向韩立目光也不觉带有几分善意之色。接下来的时间，众人在商讨了一些对付那仙人的具体事宜后，还是在数个时辰后告辞离开了大殿。几人均都在天外天的一些建筑中暂时住了下来。韩立也不用人陪伴什么，孤身一人在稍远些的地方寻到了一块数百余丈大的巨石，直接注入了上面一座还算完整的阁楼状建筑中。第二天一早，花石老祖便恭敬地出现在阁楼一层大厅，向韩立转达了前些时候面见冰凤时所获知的信息。据其禀报，冰凤却为6翼双弓所挟持，且对方对韩立怀有不小敌意。那6翼双弓之所以应允充当诱饵，亦是明尊出面担保，承诺劝说韩立在1000年之内不为难他。韩立闻言，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随后不动声色地询问起自己之前交托的几件护身宝物是否已转交给冰凤。花石老祖回禀已转交，韩立这才略感满意的点了点头，吩咐他大战来临时务必远离。花石老祖遂恭敬领命退下。此后一段时日，韩立便进处阁楼之中修炼养神，未曾外出。在此期间，其余大成强者陆续抵达天外天，商盟之人则开始在鸣煞之地布置2仪灭尘大阵。作为阵眼的2处玄天之宝存放之地，更是布下了层层禁制，除明尊与几位商盟长老外，严禁任何人靠近。至于明尊先前提及的几位真灵，却始终未见踪影，不知是早已隐匿，还是打算待大战当日再行召唤。大半月后，正在阁楼中静坐的韩立身前忽然波动一起，一团赤红火球激射而出，随之化为点点火花爆裂开来。一个淡淡的声音在屋中回荡，通知韩立那人已接近鸣煞之地，众修须立即行动，命其速至先前议事的大殿会合。韩立听完，神色一凝，当即掐诀化为一道青红，洞穿屋顶而去。一盏茶功夫后，10余名大成强者已从4面8方汇聚至那座大殿。韩立抵达时，殿内既有乌夫人、银刚子等相识之人，亦多出了几张陌生面孔。其中一对容貌酷似的男女修士尤为引人注目。2人看似不过20来岁，男的面容英俊冷酷，女的貌美娇媚，周身笼罩着一层紫红色煞气，站立处数丈内的虚空不时扭曲模糊，显得异常诡异。银刚子等人看向这对男女的目光中，均隐约带着一丝忌惮。此时，明尊正坐于主位，听取一名中年男子禀报，那人称6翼双弓等2位道友已将凶魔引至鸣煞之地边缘，按目前速度，不出2-3个时辰便会进入2仪灭尘大阵的控制区域。盟中所有弟子与数位长老已先行出发就位，召灵仪式亦已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召唤真灵降临。明尊听罢，露出满意之色，下令半个时辰后便开始召灵仪式，2仪灭尘大阵则必须听其号令方可开启，其余事宜皆按原定计划进行。他本人不久后便会与众道友一同前往设伏地点，届时一切由其主持调度。中年男子应声称是，随即匆匆驾遁光离去。明尊转而正色对众修说道：“商盟这边已万事俱备，只要诸位齐心协力，定能镇压此真仙。但他一丑话说在前头，若有谁临阵退缩或心怀异志，便休怪他不念旧情，翻脸无情。”当即有大成强者不以为意的回应，称事已至此，无人会退缩，若真有人坏事，众人定会共同出手诛杀。其余人等亦纷纷附和。此时，那对新到的男女中，男子忽然冷声开口，询问他们兄妹既已到场，为何还不见宣九灵的身影？莫非此人临时变卦，不打算趟这浑水了？此问一出，银刚子等人神色皆动。明尊客气的解释，宣九灵道友2日前便已抵达，只是因需临时祭炼一门大威力秘术，且另有重任在身，故一直未曾现身。原来这对男女正是云淡月舒2人。那名唤月舒的女子闻言轻笑，言道他们兄妹久闻宣九灵能以一人之力斩杀真灵的大名，一直欲见而未能得见，言语之间似乎对这宣九灵隐隐存有几分敌意。明尊只能报以苦笑，未再多言。好在云淡月舒也未再追问下去，转而自顾自地低声交谈起来。明尊心中一松，当即向众人又嘱咐了一些要事情，
就在这时，韩立耳边波动一起，忽然响起了明尊的传音声。他只听了几句，脸上不禁现出一丝讶色，但只想了一想，就缓缓地点下头。明尊见此，脸上一丝喜色闪过。结果再过一会儿后，众多大城强者纷纷驾驭遁光的离开了大殿，往事先说好的埋伏地点赶了过去。转眼间，大殿中就只剩下了明尊、韩立、云淡月舒等4人。那一对男女有些意外地打量了韩立2眼后，男子便对明尊淡淡表示，明道友真要让他们兄妹去守护法阵中的玄天之宝，此事责任重大，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他们兄妹怕担待不起。明尊客气异常的回应，称2位道友太谦虚了，若是他们兄妹不行的话，恐怕也没有谁更适合此事。他解释，两仪灭尘大阵是此战胜败关键，只要2件玄天之宝无事，2处阵眼就会安然无恙，整个大阵也会生生不息的一直运转下去。男子点点头后，忽然不客气地指指韩立，说他们兄妹一向共进共退，只能负责其中一处阵眼，看来另一处阵眼就是交给这位道友了，并质疑他是否真能胜任此责，不会误了大事。韩立见此微微一笑，并未答话，也丝毫动怒意思没有。明尊打了个哈欠，含糊地接过话语，请2位放心，说韩道友也是神通广大之辈，他将此事相托，自然也对其放心之极。那名叫月舒的女子好奇地在打量了韩立2眼后，忽然嫣然一笑地表示，既然明兄这般说了，他们兄妹也就放心了，一切就听从道友安排。明尊闻言大喜，随之2手啪的轻拍一声，结果殿外顿时走进来一名商盟甲士，恭恭敬敬地将这对兄妹引出了大殿。明尊这才神色一肃地转手向韩立询问，两仪灭尘阵另一处阵眼就交给他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韩立只是略一沉吟，就不慌不忙地回应，说明兄还真看得起韩某，既然如此，在下只有舍命担下此事。明尊哈哈一笑，说此事也只能是能者多劳，有道友和云淡月舒兄妹共同守那阵，这两仪灭尘大阵算是万无一失了。韩立淡淡一笑，并未再多说什么。这时另一名甲士走了进来，冲韩立躬身一礼后，就将其也引出了大殿。而明尊等韩立身影在厅门处一消失后，脸上笑容一收而起，反眉头紧皱地露出思量之色。忽然一个陌生男子声音从明尊背后传出，接着其足下影子一个模糊，竟从中缓缓冒出另一道陌生人影来。那声音询问明尊是否确定这名真仙真有办法摆脱界面法则之力，暂时恢复仙界时的全部实力，否则他这一番谋划可实在是多此一举了。明尊对此丝毫不感惊讶，反而头也不回的平静表示，他从血天那边收到的那份战斗影像虽然残破不全，只能模糊看到一些画面，但以其当时所画的金色神人形象，足以表明对方的确在那时恢复了真正的仙人实力，否则碧莹等人在其手中也不会如此不堪一击。他断言，这次大战真正胜负关键，还是要看对方那一击是否能得手，否则他们的下场不会比碧莹等人强哪里去。模糊人影嘿嘿一笑后，十分自信地回应，只要对方真恢复了真仙之身，再没有提防下，怎挡得住9节灭真大法一击，并说明此功法是他们祖上传下的真正仙界秘术，也是专门用来破除真仙之躯的手段。虽然他前后炼化了9只真灵元神才有这么一击之力，但用来对付一名降临真仙也是绰绰有余。明尊缓缓说道，那真仙纵然厉害，但在前面那些布置下，也足以消耗其大半实力，多半无法躲过那一击，并指出破除了真仙之躯的仙人，实力也就比一般真灵强上一些，再也不足为虑。模糊人影阴森地说，但其他人可不知道明尊的计划，事后还能有几人存活下来，可是不好说的事情，并猜测那4名真灵恐怕也在炮灰之列。明尊不置可否地回道，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付一名全盛时期的仙人，不付出些代价怎行？况且他也已经再三提醒此仙不好对付，让他们动手时自行多加一分小心了。模糊人影又有些好奇地问，明尊让云淡月舒和那人族小子镇守那2件玄天之物，又是何意？据他所知，那2仪灭尘大阵其实也是他们祖上遗留下来的一种仙界法阵，阵眼处根本无需人看守，若是让那真仙真闯到了那里，大阵也应该早已崩溃而散。明尊嘿嘿一笑后，并未直接答复什么，只说如此做自然是有自己的道理，让他们待在阵眼之中，说不定最后还能留下他们一条性命。模糊人影表示不在意，说他身为本盟影子，原本就对那些鬼鬼祟祟的计划不感兴趣，但是若能从那名真仙身上得到一枚真魂丹的话，必须给他，有了此丹，他必能真正修成那9节灭真大法，从而飞升仙界有望了。但此事纵然能够成功，本盟这次付出代价也不为不大。明尊淡淡表示，若真能找到真魂丹的话，必定会分对方1颗，至于代价，有所出才有所进。他相信一名能够有办法下界仙人的所怀宝物，绝对足够弥补此次损失。模糊人影低笑一声地说，希望如此，并称他们都已经出发了，他也先走一步了，还提醒明尊可不要连那真仙第一波攻击都未能接下，而时机未到，他绝不会出手相救。说罢，身躯一扭后，就诡异没入虚空，再次消失了。从始至终，此人容颜相貌都未露出分毫。明尊脸上露出一丝奇怪神色，用近似低不可闻的声音喃喃2句，说不会出手相救吗？
同样的话对对方也很适用。若到时一击没有得手话，恐怕也很难逃脱掉。这时，韩立已经在那名甲士引领下飞离了天外天，并一头扎进了下方不远处的两仪灭尘大阵中。根据明尊先前的介绍，此阵动用了36000多件阵旗、阵盘等布阵器具，才勉强布置成功。光是镶嵌在各处的极品晶石数以万计，这才将大半乌煞之地全都笼罩在了其内。至于两处阵眼，却一南一北，相隔甚远。韩立在甲士带领下一路疾驰而行，在一顿饭功夫后，才来到了自己负责的那处阵眼附近。远远看去，这所谓的阵眼其实是由8根巨大金色金柱围拢着一座高大祭坛形成。金柱霞光缭绕，四周一层层的静止波动若隐若现，并有一排排的甲士簇拥在四周。而祭坛呈三角形状，通体乳白光滑如玉，上半部分被一层七色光幕笼罩起来，最顶端处隐约有什么东西微微闪动不已。甲士引领韩立抵达阵眼处，落下后立刻奉上一面银色令牌，恭敬地表示这是阵眼催动令牌，相关人手也全凭前辈调动，只是祭坛已打开隐匿禁制，以防被对方提前发现，因此不能让前辈登上。